每日中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珊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。哎呀，王老师，谢谢您给我倒水，真是太谢谢您了，非常感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。林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就顺手给你倒杯水，你至于像发表获奖感言一样吗？这谢谢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哎，别人帮忙要说谢谢，我是想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学生嘛。礼貌是没错，但是林珊，你刚才那种客气法，瞬间把我们的距离拉开了10万8千里，感觉我们不像是搭档，像是第一次见面的外交官。啊，这么严重？那我该怎么说？这就是很多外国朋友的痛点，大家只会说谢谢和不客气，但在中国人的真实生活里，这两个词有时候其实代表着距离和生分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就来聊聊，别再只会说谢谢了，如何像个地道中国人一样表达感谢和客气。太好了，我不想当外交官呢，我想当大家的自己人。好，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场景开始。场景一，顺手之劳，比如像刚才那样，我给你递杯水，或者帮你捡起掉在地上的笔。这种小事我不能说谢谢吗？可以说，但太正式。如果我们要更像朋友一点，更酷一点，我们会说谢了。谢了，就加一个了字。对，这个了字很神奇，它把那种正式感给卸掉了，变得很轻松。你试试。谢了啊，王老师。对，这就舒服多了。或者，如果是关系很好的哥们儿，甚至可以不用说话，给一个眼神或者点一下头就行了。哈哈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没错，那我们升级一下难度。场景二，稍微麻烦别人的事，比如我想请你帮我拿一下快递，或者借我一支笔。这时候谢了，是不是有点太轻了？对，这时候除了感谢，我们更要表达一种不好意思。我们会用一个超级高频的词，叫麻烦你了。麻烦你了，这不是道歉吗？它是客气的最高境界，意思是我知道这事儿给你添麻烦了，但我很感激。比如快递员给你送货上门，你接过来的时候，最好的说法不是谢谢，而是哎呀，麻烦你了，师傅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个词听起来特别有教养，又很体贴。是的，还有一种情况，比如同事帮你做完了一个大项目，或者家人做了一大桌子菜，这时候你要说辛苦了。辛苦了，这个我知道，影视剧里也经常说。对，这不仅仅是感谢，这是在认可对方的付出。如果你对妈妈说谢谢，妈妈会觉得你把她当外人；但如果你说妈辛苦了，快坐下歇歇，妈妈可能会感动的哭出来。哇，原来谢谢有时候甚至会伤人感情啊！没错，这就涉及到了今天的文化核心点：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。怎么区分呢？在中国文化里，关系越亲密，越不需要说谢谢。如果你跟你男朋友或者最好的闺蜜总是说谢谢，他们可能会不太舒服。他们会觉得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？没把我当自己人。确实，如果我闺蜜给我买奶茶，我说谢谢，她肯定会翻白眼说你有病啊！哈哈，对。那面对亲密的人，比如闺蜜给你买了奶茶，你应该说什么呢？我会说哇，你最好了，或者爱你哦。满分，你最好了，爱你，或者直接行动表示下次我请你，这才是自己人的打开方式。学到了，谢了是朋友，麻烦了是礼貌，辛苦了是体贴，爱你是亲密。总结得非常精辟。那反过来，灵珊，如果别人对你说谢谢，你会怎么回？教科书上说不客气。忘了他吧。在生活里，如果你说不客气，感觉像是服务员在对客户说话。那我说什么？最常用的是没事儿，一定要带点儿化音，哪怕你不是北京人，带一点儿化音显得特别随和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听起来很轻松。还有一句，如果是朋友之间，可以说客气啥，或者是小意思。客气啥？我喜欢，听起来很豪爽，像梁山好样一样。哈哈，对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是长辈或者上级夸奖你、感谢你，你可以说应该的。
应该的，这不是太谦虚了？这不是谦虚，这是得体。意思是，这是我分内的事儿，您不用挂在心上。这在职场非常加分。哇，今天这一集全是干话，我感觉我以前说的中文都像是在背台词。是的，语言是有温度的，不要让冰冷的标准答案阻挡了你和中国朋友心与心的交流。没错，王老师，今天教了这么多，真是辛苦了。哈哈，活学活用啊，没事儿，应该的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下次别再只会像复读机一样说谢谢了哦。试着用麻烦你了、辛苦了或者一个点头来表达你的心意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种表达方式，记得订阅我们哦。很多同学可能会说，王老师，我也想说得很地道，可是我词汇量不够啊。我听说要背3000个单词才能开口。3000个，那我岂不是要背到头发白了才能说话？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。其实说话不需要那么多词。下一集我们要来打破这个迷思，你不需要3000个单词，如何用有限的词汇开始无限的对话？这绝对是懒人福音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中文里的礼貌不是客套，而是存寸。说的太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大家辛苦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